昏暗的房间内，亚当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改造成了机器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被囚禁于此。等好不容易挣脱了束缚，他仍旧不愿意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但更让他绝望的是，他甚至都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谁，唯有胸前冰冷的显示屏写着他的名字亚当。面对着这诡异的一切，亚当崩溃了。可也就在这时，房间的门却突然打开了。亚当来不及多想，赶紧就朝着光源处跑去。当他走出房间后，才发现这里竟全是和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并且他们似乎还在被城墙上的人类士兵们驱赶着。再看到还有走得慢的士兵们，甚至无情地扣下了扳机。一旁的亚当吓得一哆嗦，赶紧举手示意自己的无辜，但士兵们却并没有理会他，而是警惕地望向不远处的2道身影。眼看身影正在朝着这里靠近，士兵们不但立马拉响了警报，甚至又惊慌失措地撤回了城内。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这2道身影就来到了亚当众人的身前。亚当这时也发现对方竟也是机器人，不过却是完全不同的武士装扮，很明显比他们这些小卡拉米高了一个档次。片刻的沉默过后，其中一人将手中的装备插在了地上，接着又对着众人缓缓地抬起了手掌。在无形电波的干扰下，亚当他们体内的控制器随即就彻底的陷入了瘫痪。而做完这一切的2人依旧保持着沉默，直接拿上武器就转身离开了。后知后觉的亚当众人这才意识到他们自由了，不由分说的就跟在了2人身后。在临走前，许多人也和亚当一样下意识的回头告别，或许是告别这座无比熟悉的钢铁之城，也或许是告别那个毫无印象的人类肉体。就这样不知道走了多久，众人这才发现城市之外的世界在无尽的战争和核弹的洗礼之下已经变得满目疮痍，高强度的辐射更是无处不在。就当亚当还在疑惑着他们的目的地究竟在哪时，他身后的另一名机器人因为之前的枪伤也开始变得摇摇欲坠了起来。尽管他对活着的渴望无比强烈，但能源的提前耗尽最终还是让他倒了下去。亚当还试图施以援手，可他发现自己也无能为力。领头的武士机器人这时也走了过来，但见到他的系统都彻底关机后，他也只能无奈地放弃了。又过了不知道多久，他们总算抵达了目的地。这里似乎是一个秘密基地。进入基地内部后，众人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武士机器人这时也解开了他们内心的疑惑，原来他们的确都是那座名为联邦城市的居民，只不过在触犯了法律后被清除了记忆，原本的肉身和内脏器官被联邦剥夺，成为了高层和有钱人的替代物，而剩下来的大脑意识则被移植到了机器人的身上。没人清楚联邦为何要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活下来，但这的确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他们这个组织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来解放他们，不然亚当等人很快就会在绝望中彻底消亡。不仅如此，他们的首领一个名叫镜的神秘人还能够读取众人被抹去的记忆，从而帮助他们重新认识过去。话音刚落，这个神秘的首领就从门内缓缓走了出来。亚当等人见状也下意识地起身迎接，但让亚当惊讶的是，首领却径直来到了他的跟前，并缓缓地伸出手掌读取了他的记忆。而他接下来说出的话也让所有人震惊不已。原来亚当曾经的身份竟是反抗军的首领，他们以推翻联邦的暴力统治为目标，为此还制造过数起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听到这里，一旁的武士机器人也坐不住了，他双眼灼灼地看着亚当，仿佛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和未来。可此时的他并不清楚，他所在的这个组织远比他想象的更为复杂。在他不知道的另一个据点内，机器人却成为了他们洗脑的工具。这里似乎是一个由人类组成的据点，他们不但可以在高强度的辐射下自由呼吸，甚至连首领也是一个名叫先知的人类。相同的是，他与镜一样拥有着超能力，但不同的是，他的能力却是可以治愈世间的所有疾病。也正是因此，眼前被辐射折磨的残破不堪的女人才在慕名之下找到他寻求庇护。女人告诉先知，他们的营地因为通风系统出了问题，导致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都被辐射感染。他的哥哥为了帮他们去偷药，导致被联邦逮捕驱逐，走投无路之下，他才逃出联邦找到了这里。先知听完后也跟女人介绍了这里的生活，他们这里不但摒弃了可恨的现代科技，甚至还完美的继承了古人的生活方式。说着，先知又捡起了一块石头，表示他不仅可以让女人恢复如初，还能赐予她长生不老的生命。女人见状毫不犹豫地跪下宣誓效忠，但先知却表示他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心，那就是亲手杀掉眼前这个被捆绑的机器人。 This is your brother, Marion. 听到哥哥这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玛丽安崩溃了。但为了活下来，也为了所谓的长生不老，她还是颤抖着接下了石块，并缓缓地来到了哥哥身前，接着就在哥哥撕心裂肺的求饶声中狠狠地砸了下去。这一刻，女人的人性也随着哥哥的头颅彻底的破碎了。而这也正是先知的目的。当一切结束后，先知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摘下了女人的面罩，捧住了她残破不堪的脸颊。在咒语念完的同时，女人腐烂的脸颊竟真的恢复如初了。可喜极而泣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所谓的新生或许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先知这时也将女人留在了原地，独自一人走进了一旁的地窖。等到地窖的肛门缓缓关闭后，他也彻底褪去了人类的伪装。原来所谓的人类先知也是一个机器人。只见他朝着身前的神秘装置张开了双手，将刚刚收集到的女人的数据传了进去。而他所做的这一切，正是为了将自己缔造成这个新世界的上帝。